获得10张后，你们将能以9域御卫的身份与大家一同行动。一日为御卫，终身为御卫。自从有了御卫身份，执行者一刻也闲不下来。刚巡逻到浮云峰，就遇到有大人在训孩子。几天不收拾你上房揭瓦！救命啊！本着见瓜就吃，呸！本着积极维护9域治安的原则，执行者毅然决然地开始偷听起来。原来是孙大姐家里少了20多个鸡蛋，没有家里的鸡蛋平白无故少了那么多，还说没有？这妥妥的偷盗事件。可还没等执行者伸张正义，又听到孙大姐的孩子二虎说：“我拿去吃了，20几个，撑不死你，还扯谎！我就是看那个晦气鬼又回来了，想把他赶走。”自己拿去丢人了，扔的人正是绯色 PV 里出现的陈星。听到是陈星回来了，众人皆叹息。那么陈星之前去哪儿了？这里接着的就是 PV 里的内容。按照剧情里的描述，陈星在王魔上了年纪后经常去后山，然而就在不久前后山的青云所出了问题，导致隐卫明昌化，最终导致陈星被追赶掉牙。幸运的是，在关键时刻遇到了绯色与蓝，那时候的陈星还不认识两人，但绯色与蓝却对陈星有所了解，特别是蓝曾说过他还是来了。由于绯色的 PV 缺乏关键信息，导致当时的小峰误解为他应该倾向于投向绯色的一方。然而现在我们已经明白事实并非如此，从这句话我们可以推断出蓝知道陈星会来，但并不了解确切的时间。为了对这句话有更准确的理解，我们需要补全整个故事。他果然还是找来了这里，这里指的便是浮云峰的青云所。绯色与蓝都是为了处理青云所的情况而来。在做这段剧情的时候，很多人都被误导了，因为所述环境是公元2701年发生的事情，就误以为青云所已废弃多时。这种观点太过片面，实际上在青云所内存有9州重机的物资，其落款时间是2711年，这就说明青云所的失控是发生在这个时间点之后，而现在的剧情里的时间依旧是公元2712年，也就是青云所的覆灭不到1年的时间。这段时间也恰好是陈星频繁前往后山的时期，陈迹的话也印证了这一点。感谢您最后宽限的10日。蜃楼计划的失败时间并不久远，这一点从 PV 的结尾可以得出。当绯色抱走了陈星时，这便是陈星失踪之后的去处。在故事的尾声，等等，我可以跟你们走吗？已经做好决定了。跟我来吧，他已经在等你了。陈星愿意跟蓝一同去寻找绯色，表明他们曾见过面。我就是很好奇，绯色与蓝救陈星是发生在蓝去天门之前还是之后呢？从二虎那我们又知道了一个关键节点，大概7点的时候，陈星是7点去的后山，我们找人是在11点，已经过去了4个小时。而陈星在幻境中告诉我们，幻境的持续时间是6个小时，也就是说在我们登陆之前，幻境已经运转了4个小时。在这之前，幻境中又发生了什么事呢？或者说这段幻境究竟记录了什么？在上一篇解读中，小峰曾经推测青云所是有2个的，一个是现实中的青云所，另一个是蜃楼中的青云所。那我们进入的幻境记录的应该是哪一个？从场景探索来看，两者的格局完全相同，房间布局也没有变化，但这就有问题了。如果我们看到的幻境是蜃楼中的青云所，那么为什么会有慧草培育室与萃取室？蜃楼是由慧草中萃取的慧明能量生成的，里面的生命体要么是制造的，要么是意识上传的。那么在蜃楼中制造慧草的意义在哪里？不只是慧草，萃取室也不该出现在蜃楼中。如果按这个推论，幻境记录的应该是现实。我们与陈星吃糖果都是因为进入了幻境才受其影响，不过这样依旧有说不通的地方。在我们刚进入幻境的时候，研究员说的话，绯色大人，蓝首次进入蜃楼世界，出现神经链接相关的不适症状是正常的。首次进入产生了不适。如果幻境是现实，那么这里记录的就不是蓝进入的蜃楼世界，而是蓝刚刚离开蜃楼世界，这样首次进入也说得通，幻草培育与萃取室也说得通。但注意陈迹的这段话，这里是群体意识上传室，实验者在这里进行精神链接，进入蜃楼的世界。这些之前你也已经经历过。要知道蓝第一次进入蜃楼世界可不是在这里，而是在另一个房间，那里只有1台意识上传机器。如果陈迹不是对蓝说的，那就只能是对执行者说的。可是后面又称呼我们为蓝。绯色大人说的没错，你是个聪明的孩子。陈迹姐姐，这里就是明昌样本室，蓝。
接下来就由实验员方剂带你参观吧。所以这些把我搞懵了，我们进入的幻境究竟记录的是现实还是梦境呢？为了找出决定性因素，其关键点便是在萃取室。但你可能不相信，在剧情里萃取室全程都没对我们开放过。为此我特意又做了一遍剧情，除了陈星溜进去过，门一直都是关着的，但上帝关上了一扇门，就会留下一扇窗。萃取室也是有着秘密通道的，在探索1层的时候就有这样一个通风口，在现实中它是堵着的，但在幻境里却可以让蓝爬到2楼。为什么我的血小板就爬不进去？同样是萝莉，居然还区别对待。通过这里，我们就能进入2楼的萃取室，发现这里的描述有些差异。对上面的植物描述是神仙草，描述也是研究产物，但从外形来看，与隔壁培育室的蕙草极为相像，所以就产生了2种结论。如果幻境记录的是现实，那么成绩最后的话就是对执行者说的，因为蓝与执行者的登陆地点是不同的。如果幻境记录的是蜃楼，那么在蜃楼中，青云所就在做着别的实验，培育着一种酷似蕙草的神仙草，其作用还是未知。但也有第3种可能，这段剧情出了逻辑性问题，所以才会经不住我的推敲。至于是哪一种，大家自己判断吧。让我们回到流程剧情，在得知陈星失踪后，我们迅速寻求方伯的帮助。想不到御卫身份竟如此管用。御卫大人，失礼。马上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我们云霄山庄的神兽金乌被明昌污染的情况。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悬崖是在哪里？在 PV 中的图腾里，南鹰恰好经过了此处。在 PV 的高潮，悬崖也作为加轴 BOSS 出现，地点正是距离州不远的玄域遗迹。换句话说，金乌就是被南鹰污染的。如果情况确实如此，那么南鹰是依靠什么手段实现这一点的呢？在这次剧情里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，叫做慧明能量，它是蕙草的生成来源，也是蜃楼构建的基础，它能影响人的意识。到这里你有没有想到什么？是箫声。每次南鹰操作明昌时都伴随着箫声的吹奏，而慧明能量就是从箫声中渗入御卫体内。那问题又来了，箫声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或许这个答案在对州版本我们就能知道了。接下来方伯告诉我们，陈星是在5年前来到的村子。陈星是5年前突然来到村子的。现在的时间是公元2712年，往前推5年便是公元2707年。我们在剧情里看到陈纪怀孕是公元2701年，也就是说王魔收留她的时候她已经6岁了。这个年龄已经能记住很多事情了。陈星对青云所的存在究竟知道多少呢？他是否是在青云所长大的呢？从陈纪留下的笔记来看，这都是陈星送到王魔之后的想法。看到这个笔记，我还有个疑问，王魔是谁？从第1段记录里，我们知道了王魔是收留陈星的人，而陈纪也很放心的把孩子交给王魔。重点在第2段对话，回家好好抱抱你。家这个字是真的家吗？为此我查了一下嬷嬷的意思，发现答案太多，从母亲、姑妈、奶奶、中年妇女，各种意思都有。但如果陈纪说的真的是回家，那么王嬷嬷便有一种可能，她是陈星的奶奶。为什么我会这么想？因为在知道陈星的故事之后，一直有个疑问，陈星的父亲是谁？从目前的线索能得出的合理结论是，陈星的父亲也曾经是名御卫，在战场上被转化为了明昌，这也是为什么陈纪执着于逆明昌研究的原因。但她已经怀孕了，只好在青云所诞下了陈星。陈星虽然出生在研究所，却对研究所的一切都不了解，直到他长大后被陈纪送到奶奶身边。王魔同样知道陈星是谁，所以才会收留他，也才会对别人保持沉默。只因为王魔便是陈纪的婆婆。后来后山开始出现各种传言，我们都知道幻塔里的传言都是真的，但我也要来辟谣。大量怪物与明昌聚集，实际上怪物倒是不少，但明昌真的是一个都没。我做明昌的日常任务就从来没来过这里，有人无故失踪的，这也是谣言。后山就不是普通人该来的地方。最后一个是将活人抓去做实验，虽然青云所的实验体是活的明昌，但很难将他们定义为活人。造谣一张嘴，辟谣跑断腿，还请大家勿信谣，勿传谣。方伯还告诉我们，之前陈星是不往后山跑的，只是长大后才开始频繁去后山的。这里的原因大概是因为孩子们说他没有母亲，所以他想找到母亲去证明。但青云所因为保密的原因，陈星一直都没能找到。方伯同样提到了陈星的失踪是在上个月，他竟直接失踪了。这里对应的时间也是陈星见到绯色与蓝的时间，也是在绯色那里他才真正得知青云所的位置。然而这一切都是陈纪托付的。但先别急着离开，与二虎对话会有意外的发现。我才没有错，陈星他妈在后山做人体实验，害了好多人，大家都是这么说的。村子里一直有着谣言，
陈星妈妈在后山做的人体实验害了好多人，看来九玉的保密做的不怎么样啊。出人意料的是孙大姐的话，虽然在二虎嘴里感觉人人都在排挤她，但大人们却出乎意料的都是很心疼她。陈星消失的时间，王魔茶饭不思，这也佐证了她是陈星奶奶的可能性。了解完这些，就该去青云所了。青云所的位置在半山腰，由环绕而上的阶梯连接。然而我们见到的却是破损的阶梯，阶梯是被谁毁掉的呢？明昌显然不会做这种多余的事情，毁掉阶梯的是善后人员，为的是让这里彻底废弃。但我不禁要问了，陈星他是怎么爬上去的呢？在我们进入青云所的时候，显示的却是蜃楼，这也让我有点懵。我们进入的究竟是哪个世界呢？后来想想，要真的是蜃楼，那我们在里面就是梦中梦了。这里只能是官方设定写错了吧。进入接待大厅后，先不要急于深入，回头会发现两侧的走廊是全封闭的，这显然是塔塔建模上的疏漏，公开批评一下。我们继续探索。不得不说，虽然研究所废弃很久了，但灯光是意外的不错，从这里就能看出有人进来过了。虽然这次建模很不错，但文本量还是有些匮乏，大部分信息都集中在幻境中。尽管实验所内的景象都已颓败，建筑本身却没有损坏，这也证实了毁掉的不是现实中的青云所，而是蜃楼中的青云所。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员工宿舍，4人间大床房，待遇还是很不错的，但是这里的人名与幻境中的名字一个都对不上。过去的研究人员去了哪里呢？青云所的研究虽然很伟大，但注定是见不得光的，研究人员不得不守口如瓶，就连陈继也未告知自己的女儿。那这里的研究人员就不会被随意调走，而是会消失。合理的解释便是被破罐而出的明昌杀害了，这在研究所的记录中并不罕见。青云所的安逸与它的危险性成正比，待遇越好，环境越危险。明昌毕竟还是怪物，由此可见青云所的研究究竟牺牲了多少人，才换来了实验失败的第一期数据。实际上就是拿人命在填补。不只是研究，在抓捕明昌当实验体的时候，又有多少隐卫在其中牺牲？在记录中也有提到，申请加派人手，仅是一场实验就牺牲了这么多条人命，这才是九玉的现实。不知不觉又废话了那么多，但这些信息也都是从剧情线索里推导出来的。至于可信与否，就看大家自己的判断了。绯色剧情应该还会做几期，本期就到这里了。关注小峰，带你体验不一样的幻塔。